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19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1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87.15，收盘价是184.31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7.69，最低价是在183.57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4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9206.70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78倍量缩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下行。那我们会看到慢线下穿了零轴，并且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红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进入到了空头趋势，那么它的标志就是慢线也下穿了零轴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4月1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下跌之后的横盘中，或者出现下跌反弹之后的横盘中。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一个实体小红 K 线，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跌破了5日均线值。那这样的信息将预示着股价后续会出现下行。那唯一一个利好的信息就是它的收盘价并没有跌破前一日 K 线的最低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1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了2个可能。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上行，收盘价会在190附近。另外一个方向是股价会出现下行，收盘价会在181。实际在4月18日当日的收盘价是在184.31，出现了横盘向下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点位不仅在点位上相差较大，本质也不同。那实际发生的这个收盘价呢，并没有跌破前低，虽然它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但是并没有跌破前低，也就是出现这样的现象股价依然会有反弹的可能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后续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4月1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如果出现下行的目标依然是176。那跌破176就是要维持自3月31日以来的这样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，也就是出现底低，所以176是它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么在到达176之前，它的支撑是在180这个位置。那180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。这根 K 线和之后的交易日的2个 K 线形成的是一个叫做母子怀抱的变盘 K 线组合。那所以说这个母线的最低将是股价下行的一个强支撑。好，那176如果被跌破，
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下方的这个水平线，是164。那164如果被跌破，那股价的走势呢，或者叫趋势呢，继续维持自2月16日以来建立的空头趋势。我们会看到这里有头低，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底，还差一个底，然后出现一个底低，那就会继续维持自2月16日以来的空头，叫空头趋势。好，那这是股价的下行的两个目标，是176和164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那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192，192是这个母子怀抱变盘 K 线组合母线的最高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把这个变盘的 K 线组合看作是在相对低的一个位置，那股价日后如果能够站上这根母线的最高，那么将会确认这个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，那股价呢会继续向上。因此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首先的一个目标就是要站上192。好，那当然，在站上192之前，我们会看到之前 K 线的前高，也就是4月18日，或者是4月17日 K 线的最高，还有对于4月19日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都会成为压力。这是第一个目标。那如果192被站上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接下来的目标是202，也就是要瓦解这个连三红的下跌 K 线组合的动能。因为出现连三红的 K 线组合那么它的下跌的动能是非常强的。只有站上这个连三红的最高，才能够瓦解这个下跌 K 线组合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影响。所以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站上202。那202如果被站上，再向上就是207。那207如果被站上呢，将会继续由也就是说自3月13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我们会看到上方是有头高的，下方也有底高。那目前只要再站上207呢，继续会出现头高。对，所以这是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，是192、202和207。当然上方还有更高的目标，就是如果能够再站上217呢，我们说股价将会维持自1月6日以来上涨的多头趋势，那我们说股价将会出现新的一波的上涨行情。好，这是股价的后续走势的分析。那对于4月19日盘中，我们要特别关注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。那5日均线值的上限是在186附近，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到186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关注股价是否会，或者说能否出现反弹而站上5日均线值，或者我们称为叫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呢，那我们说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的可能。那否则呢，我们会看到这个186将成为一个压力，股价如果到了这个区域遇压而不能突破，那很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。那一旦反转向下呢，目标一定是下方的176，是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上方呢，我们把这个水平线先删除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
那在4月17日收盘之后，也就是前一期视频，我们给了技术上的进场抢反弹的建议，那也就是在187附近进场抢反弹，目标我们说的是在190.5，我们会看到在4月18日。股价根本就没有到达这个位置，而是开盘之后就出现了下行，那么在这个地方5%进场抢反弹目标是190.5，那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在182，是在这个位置，对，好，那么。到了4月18日收盘价，我们会看到并没有跌破182，那因此呢，这样的一个强反弹的仓位是依然持有的，也没有获利出场，并且呢，也没有被止损出场，目前是仍然持有，但是账户的余额现在应该是一个亏损状态。好，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操作，在4月19日。那我们继续给出目标位，如果当日股价反弹到190，也就是继续持仓到190是出场的一个位置，也就是获利出场。然后止损，我们要给出一个位置，就是说我们要下移我们的止损位，从182要移动到180，也就是守这根红 K 最低的下方一点，也就是止损位在180。那我们说一下下移这个止损位的理由，就是目前我们会认为这个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下沉，然后呢，继续出现反弹。当然，我们说也不排除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实体长红 K 线。那如果出现这个现象呢，我们会守在180这个位置，然后止损出场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之前给出的多头的操作建议的说明。然后目前在4月18日收盘的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。好。这是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对于空头，在4月19日开盘之后，也就是在184附近，一直到上方的前高187，我们说在这个区域一定会有空头的继续加仓，或者说是建仓。那他们的目标是176，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上方的192，也就是说，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是在192。好，那么，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4月1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上方的压力位是，我们再把这个水平线移动一下，好像对，到186。好，那我们说第一个压力位是从185一直到186，是在这个区域。那这个区域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都在这个位置。那这是第一个压力。第二个压力是从上方的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90附近，然后到前高，也就是这个红 K 的最高是192。第二个压力是在190到192之间。好，这是上方的两个压力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那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180，是这根红 K 的最低。
然后第二个支撑就是176这个水平线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4月1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股价会继续出现横盘，但是呢有2个方向，一个是横盘向下，一个是横盘向上。我们先来说横盘向下，如果是横盘向下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84.5，在这个位置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179，到达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82.5附近。对，那出现横盘向下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横盘向下。好，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。如果出现横盘向上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4，在这个位置。上方最高会到达190，收盘会收在188.5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横盘向上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1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